去年年底的时候呢，美联储就告诉我们降息开始了，也因为这样，无数人就看到了赚钱的机会，直接抢跑。因为根据历史呢，只要美联储降息，它都会降得很快，甚至直接把利息降到零。而只要这美联储把利息降下来，那么全世界借钱的成本呢就会跟着一起降低，然后大家自然呢都会去借钱做生意和投资，这股票、房子还有美债之类的价格呢就会暴涨，所以大家都冲着提前去买房买股票，对吧？但是今年才过完年啊，美联储就告诉你不好意思了，我们不降息了，甚至后面不排除要反过来升息了，因为啊现在美国的通胀压不下来了，也就是说就几个月，美国的利息呢只是从5%降到了4%左右，然后呢就要结束了。也就是说，美国现在的借钱成本还是很高的时候呢，投资的那个逻辑根本就没有因为降息而改变的时候，那么之前利好的消息呢就会反过来变成利空的消息了。而一旦通胀还是压不住的话，美联储甚至要反过来升息的话，那么全世界的资产就将会出现史无前例的暴跌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你会发现过去几年美联储的升息，全世界的钱呢都已经从自己的国家跑到美国了，全世界的货币呢都在贬值了，也因为这样，很多国家就只能跟着美国去升息，防止自己国家的汇率不要暴跌的那么厉害。但是这些国家很多呢，就因为这疫情还有战争之类的原因呢，经济本身呢就不太好了，而现在呢，他们还要去升息，去提高这个借钱的成本，那么这些国家的人呢，就更不愿意去借钱在自己国家做投资了，所以这些国家的经济呢，就只能变得更差了。比如说这个英国啊，他们这个债券呢，已经没有成交量了，就是已经没有人在买了。比如说这日本，日元呢之前跌到了历史新低了。比如说这欧洲，连德国的 GDP 呢都直接下降了。那么当全世界经济都很差，只有美国的经济很好，全世界的钱都跑去了美国，那美元就升值嘛，美股就暴涨嘛。这呢就是美联储的血迹，抽走了全世界的血，让自己去壮大。所以去年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都已经扛不住了。当他们一听到啊，美联储可能要降息了，美国将会重新把这钱、把这血放出来的时候呢，很多国家就已经忍不住，纷纷的去抢跑，提前的去降息。因为如果再不降息的话，经济呢就救不了了。而等到美联储去年真的降息的时候呢，这些国家就降得更多，他们的经济呢现在可以喘一口气了。但是现在呢，美联储又说啊不降息了，而其他国家呢，他们的利息已经降了很多了，不能回头。这个时候呢，这是不是相当于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利息差变得更大了？比如说啊，美国以前的利息是5%，你国家的利息呢是4%，那么你们之间本来是不是只有1%的利差？但是现在美联储降息到了4%的时候呢，你国家的利息已经降到了2%了，你们之间现在的利差是不是瞬间扩大到了2%啊？而且你还不能去升息修正这个利差，因为你的经济呢已经顶不住了，你甚至只能继续的降息。也就是说，美联储现在的不降息，是不是等同于它在升息了呢？因为结果呢，都是把美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利差扩得更大，而全世界的钱呢，就会再一次的流进去美国。然后上一集说了，现在黄金的暴涨呢，其实就是全世界都在拿自己的货币去换黄金嘛。也因为这样，全世界的货币呢，现在都再一次的贬值了。也就是说，血迹到现在其实还没有结束，甚至将会比以前更加的恐怖，进一步的抽走全世界的钱，全世界的资产呢，也将会进一步的去贱卖，无数人辛苦赚来的财富将会进一步的瞬间蒸发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美联储真的可以不降息吗？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布局守住自己的财富，甚至透过这场血迹赚更多的钱回来呢？如果说你不想成为牺牲品，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有用的资讯。而如果说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，等同于浪费你的时间了，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，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，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了。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最近美联储一直说因为通胀压不下来，所以就不能降息啊？大家有没有思考过，为什么美国的通胀会压不下来吗？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太好了，所以大家都很愿意花钱吗？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零元购啊？就是你去美国的便利店随便拿东西走都没有警察抓你的，因为这件事是合法的。
如果美国的经济很好，那为什么美国这么多大公司，什么亚马逊、特斯拉之类的，都在炒鱿鱼，都在裁员啊？而且一炒呢就是几万人。比如说最近这 Facebook 又说了，准备要再炒1万人了。为什么啊？如果美国的经济真的这么好呢，那为什么要换一个前任的总统啊？所以各位，美联储一直告诉你，通胀呢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太好了，所以呢要暂停降息，甚至要升息去调节一下，不然呢就会民不聊生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你告诉我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川普要准备加关税了，然后呢未来的东西就会卖得很贵了，所以大部分的人呢都会提前去囤货，提前去把生活的必需品先买回来，然后呢就引发了最近美国的通胀又起来了。那这样呢勉强还说得过去，因为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进口的，都是在别的国家买回来的。比如说沙拉里面的这个牛油果，90%呢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。然后川普说要加墨西哥25%的关税嘛，那大家是不是都要提前去买这个牛油果呢？大家都去抢的话，自然物价就起来了，通胀呢就来了。但是这个只是短期的啊，真正通胀的本质是什么啊？就是钱比货多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这图就知道了。20年疫情的时候呢，美联储就开始货表了，你可以理解为印钱嘛。所以你看这个黄色线瞬间就从4万亿涨到了9万亿美金左右，也就是说美联储印了多少钱啊？5万亿美金左右嘛。OK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从22年开始呢，美联储就缩表了。缩表呢，你就可以理解成把这个钱收回来嘛。所以黄色这条线呢就跌下来了，从9万亿跌到了现在7万亿左右，也就是说收回来了2万亿左右嘛。所以12岁的数学题呢，就我印了5万亿的钱，然后收回来2万亿。那现在这个钱呢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呢？当然是变多了嘛，只是说没有那么多而已，对吧？所以这几年呢，大家都看见美联储在缩表，以为他已经把很多印出来的钱收了回去了。实际上呢，钱只是被收了2万亿回去，但是还有3万亿多印出来的钱在市场上啊。然后最近呢，居然很少人知道，美联储已经说了，他准备停止缩表了。也就是说，停止把之前印出去的钱收回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这多印出来的3万亿美金呢，将会一直留在市场上面。那么这些新印出来的钱，美联储呢就会拿去买美债，也就是借给美国政府，又或者是以接近0的利息，透过银行借给一些资本家，让这些资本家可以拿去做生意，去生产一些货物。这样虽然说钱是变多了，但是他们生产出来的货物呢也会变多了嘛，那这样就平衡了，不会出现通胀了，而且经济呢就会被刺激起来了。这个呢就是美国经济学一直替我们洗脑的话术。但是前提是什么啊？前提是那些资本家拿到钱之后呢，是把这个钱拿去生产货物的啊。也就是说，经济学假定了人是理性的，但实际上呢，刚才说了，20年因为疫情导致了整个美国像死城一样，经济非常的不好，所以美联储就无上限的印钱，也就是刚才那张图呢，黄色线突然在20年的时候暴升的原因。然后新印出来的这些钱呢，以接近0的利息借给了很多资本家。那之前影片也讲过了，你是这些资本家，你现在拿到钱之后呢，你会不会拿去很辛苦的开工厂，请员工做生意啊？今天你是一家公司的 CEO， 你其实只有一个责任，就是把股东的利益变得最大，而不是让你公司去盈利啊。也就是说，你拿到新印出来的钱，其实你是不需要去做生意的，你只需要拿去股票市场买自己公司的股票，把你公司的股价推上去就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美股在20年疫情的时候，虽然一个月暴跌了30%，但很快就反弹了30%，然后涨得比之前更高的原因啊，不是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工作，经济就恢复了，而是因为新印出来的钱都拿去炒美股了。也就是说，美联储把新印出来的钱借给了美国，美国呢就把这些钱借给了资本家，资本家呢就以合法的方式去推高自己的股价，吸引散户呢进场，同时呢，普通的那些老百姓需要接受物价的上涨。这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财富的大转移嘛，让老百姓存的钱贬值，因为通胀嘛，你买东西呢要花更多的钱。那同时呢，资本家的资产因为被新印出来的钱炒得越来越贵了，所以资本家的财富呢就可以瞬间的暴涨。然后呢，就过了2年，
美国的通胀呢实在太厉害了，美联储就告诉你他要去升息了。各位请问一下，升息能不能让美国的钱变少啊？升息呢虽然说可以减少大家不借钱去投资，不借钱去做生意，减少了杠杆，但同时一开始也说了，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看见你美国利息这么高，就会把钱换成美元，然后存进你美国的银行，也因为这样美元就升值了，这就会进一步的吸引全世界更多的钱，把钱换成美元，先赚你一个汇率的升值。然后当全世界都看见你美股因为20年扩表印钱之后呢，不断的有新印出来的钱拿去推高这个股价，所以全世界都把钱也投在美股身上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去年升息美股还暴涨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全世界钱都被吸引进去美股接盘了。那么去年当利息涨到5%的时候呢，巴菲特、比尔盖茨、扎克伯格这些富豪都把手上翻了几倍的股票给卖了，然后呢，比如说巴菲特就拿着卖股票天量现金拿去买美债了，而且都是短期的美债。你会发现现在美债有90%都是中短期的美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资本家现在借钱给美国都是集体只借给你3个月，最多呢就1-2年左右，而到期之后呢，你美国就要还钱了。你还钱之后呢，这些资本家就会再看看你美国给多少的利息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把钱借给你。所以这几年就是你借钱给美国3个月的利息呢，比你借给他10年还要高啊。再简单点吧，其实就是资本家在集体放高利贷，集体去吸走美国政府的血啊。以前我借钱给你，等10年我才有2-3%的利息，现在不行了。你想让我再借钱给你呢，你不但3个月之后就要把钱还给我了，而且你还要给我4-5%的利息。如果你不给这利息，那就没有人借钱给你了。所以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赤字，也就是花钱比赚钱多这么多啊？就是因为他以前10年左右才需要去还债，但是现在几个月、半年、1年就要去还一次债了，还不起的话呢，就要借新债还旧债，而且新债利息呢还不能比这旧债低啊。所以最近川普一直要求美联储大幅度的降息，为什么啊？很简单，因为美国国库里面的钱呢只剩下7000亿美金了，已经不够花了，所以川普他要去减少国家花钱的速度，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息。比如说我欠你100万，每年给你5%的利息，我是不是要每年付5万美金给你啊？那么今天如果我跟另外一个人借105万，然后把这105万先还给你，还给你之后呢，因为降息了嘛，我只需要每年还给这个人1%的利息，也就是1万多。那么我以后每年的支出呢，是不是就从5万减少到1万多啊？也就是说降息之后呢，美国政府以后每年要还的利息成本呢，就会瞬间减少了。这样川普是不是就能给他的选民一个交代啊？我上台了之后呢，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变的，但是我还是可以瞬间的让美国政府花钱变得更少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你把利息降到1%，那这些资本家还会借钱给你吗？降息之后，中短期的美债谁来买啊？所以美联储如果大幅度的降息，那是不是等同于这些资本家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去吸美国政府的血啊？是不是就等同于美联储断了资本家的财路啊？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啊，这是阴谋论。那么我们只看结果嘛，这结果是不是美联储印钱了？结果是不是美国政府向美联储借钱了？结果是不是美国把借回来的钱零利率的借给资本家了？结果是不是因为钱印太多了引发通胀了？结果是不是老百姓的财富在贬值，财富无形的被转移到资本家的手上了？结果是不是资本家把政府用零利率借给他的钱推高了资产的价格，然后卖出去了，最后拿了天量的现金再放短期的高利贷给政府了？那么这个局如果你没有视野，你看不清的话，你不是以结果为导向，你只是单纯凭什么经济学原理，凭什么基本面财报的话，那么美联储升息的时候，你应该要做的是不是就是卖掉股票？因为升息就是用来打击经济的嘛。而结果就是呢，你将会错过我们去年年头无脑买都能暴涨的牛市。而现在呢，你觉得降息了，然后就冲进去美股了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虽然指数呢是涨了，但是又很快的跌回来了，涨涨跌跌的，波幅呢变得很大。之前80%的人在牛市的时候呢，也可以亏钱了，更何况现在这种波幅很大的震荡市里面呢，所以他们经常呢就一买就跌，一卖呢就涨了。而我们对于美股的玩法呢，现在就是打游击战，赚到钱就跑，不跟你打持久战的。
而我们的重心呢，其实从去年年底就放在港股，包括我们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弟子呢，都参与了我们翻了一倍的小米，还有现在的阿里巴巴。当然，让我们赚最多利润的就是黄金跟比特币嘛。那这些上一部影片讲过了，就不讲了。我不是想要跟你炫耀什么，只是希望让你知道，投资的方法呢，学再多都只是碎片。你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，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，包括股票、黄金、比特币，甚至是外汇。而我们的心法和招式呢，只需要跟着大户的资金造出来的趋势，去买进那些大概率会上涨的资产就 OK 了。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做高赔率的交易，而这一切呢是可以形成肌肉记忆的，是可以很客观很简单的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，但是我们看到乌云了，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-70%的概率会下雨，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，我赚就赚你100块。但如果那30-40%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，我亏呢只是亏1块给你。长期去玩这场游戏呢，我们只会输少赢多。这样看上去我们可能是在赌博，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做投资啊。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，我呼吁你呢，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，因为我们将要下架了。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之后呢，是我的粉丝，这个报名费不用$100了，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，直接免费啊。如果你错过了之后呢，里面任何的福利都将会取消了。所以为什么美联储要去帮资本家赚钱啊？因为美联储本身就是资本家，什么意思呢？以前美国一直以来呢都是没有中央银行的，当时银行业才刚开始发展呢，这竞争是非常激烈的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的。然后摩根家族呢就是里面比较出色的银行家，当时很多银行呢都在倒闭的时候，摩根的帝国版图呢就越扩越大，直到后期呢，美国又出现了最严重的大萧条，还有旧金山的大地震。这2次的金融危机呢，都是这摩根家族出手去把美国的银行系统救回来了。而在此之后呢，摩根家族就意识到，在经济出现问题，也会让整个银行业的钱都周转不灵的，经营呢也会出现问题的。所以呢，就必须要设定一家可靠的中央银行，为这些银行提供紧急的资金，帮他们兜底，帮他们度过短期的经营困难。因为如果这些银行都一个一个的倒闭了，那美国就完蛋了，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经济萧条了。所以摩根家族名义上呢就开始计划了他要设定一家中央银行，而且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，就是不需要听政府的指令的。而福布斯杂志的创办人呢就是这样描述这中央银行的创办过程的。当时呢，掌握了全世界1/4财富的一群人呢，在一个夜晚都悄悄登上一辆私人的火车，走了几百英里之后呢，这群人呢最后又潜入了一个人迹稀罕的小岛，除了几个仆人之外呢，这个岛几乎就没有人了。然后这群人呢就在这里一个环境待了1个星期，整个过程呢从来没有提过一个人的名字，以免那些仆人知道他们的身份。而在这个秘密会议上面，这些人反复的酝酿怎么为美国制定一套科学的货币系统，而最后呢终于宣告了今天美联储的诞生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就算川普要解雇美联储的老大，川普想要去降息，但美联储理都不理你的，因为它是不受你政府管制的。而不受政府管呢，也代表美联储它可以永远效忠于自己真正的赞助人，也就是这个世界最富有的那群资本家。也就是说，这座神庙其实就是保护精英集团的财富和权势的。而这个联邦储备法呢，就算当时的国会还是心存顾虑呢，就算他们会觉得把这个权力和影响力给到了这些资本家了，但是在1913年呢，这个法案还是通过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以前的美国呢，在战争的时候，权力都集中在军工集团上面，因为他们卖军火赚了很多钱嘛。但是到了后来没有战争了，这些军工集团赚钱的能力呢就瞬间下降了，所以呢就只能主动的给这金融集团让路，因为那些资本家搞的金融只需要卖股票、卖债券、卖美元、卖这些虚的东西就可以赚走全世界的钱了，那何必这么辛苦呢？所以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去管这些资本家？因为美国的政治就是为资本服务的，这在美国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了。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下，这段时间美国通胀起来了，美联储不降息了，结果是什么啊？结果就是资本家依然可以放高利贷给美国政府，全世界的货币呢现在进一步的贬值了，尤其是人民币。然后呢，
这些资本家就开始唱多这大陆和香港了。之前的影片提到，为什么我们会关注到这个 DeepSeek 呢？我自己呢会关注这个 DeepSeek， 不是看什么小红书或者是抖音的，而是扎克伯格那些华尔街金融大佬自己拍影片讲的，说这个 DeepSeek 让中国 AI 发展追赶得很快，然后呢，大陆和香港的股市现在就暴涨了。我们港股的小米就翻了1倍了，还有阿里巴巴几天了就涨了40%了。我们补习班内部的弟子呢都可以作证的。然后呢，华尔街就说不再看空中港股市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结果，人民币它是不是已经进一步的贬值了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是美国资本家，我拿着美元去买中国的资产，是不是更便宜了？然后美国资本家虽然说DeepSeek 的不好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 DeepSeek 的能力，但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。这是不是也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在为这个中港股市提供了一个暴涨的理由啊？然后我们去看嘛，这是美国上市富时中国 ETF， 这段时间的成交量是不是明显的比过去的大？而这呢是美国上市的 MSCI 香港的指数 ETF， 它的成交量是不是也是明显比过去的大？然后这么大的成交量会不会是散户买上去的？不可能吧，一定是机构造成的。然后呢，苹果最近又宣布要跟阿里巴巴合作 AI 了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啊？然后暴跌了几年的美股88呢，它的成交量是不是也瞬间的变大了很多？也就是说，从结果去看，那些美国的基金财阀集团其实这段时间都在抄底中港的资产。我不是在吹这中港的股票，不要误会，我们永远只从结果从钱去看。美国不降息，全世界的货币都在贬值的时候，美国的资本在买什么资产啊？中港的股票跌了4年了，当川普说要加中国关税，贸易战会越打越激烈的时候呢，大家都说要珍惜生命，远离港股的时候，但这中港的股票却暴涨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大家都不买，资产是最便宜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资本家去抄底买筹码追加时机啊，能听懂吗？所以我们去年开始布局港股的时候呢，有些人就笑我们卖美股去买港股，那很多影片为证，不能造假嘛。但是现在港股全线暴涨了，闭着眼买都能赚钱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跟我说他还没有上车，要怎么办呢？那请问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只能说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的，趁现在还是免费，趁现在里面还送福利，赶快去看吧，因为错过了牛市，不知道又在等多少年了。而现在我们只能做一个推理啊，这不是预测，因为我们谁也没有水晶球嘛，我们只能去猜。我们投资呢也不会根据这个推理的，而是根据出现的趋势去买卖的。所以呢，这只是给我们有了一个方向。我们发现美联储已经停止缩表了，停止把之前印出去的钱收回来了。然后呢，加拿大已经说准备扩表了，这代表什么呢？我希望各位，我其他影片可以不看，但至少呢也要把前2期的影片看完，因为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最近的推理逻辑啊。所以注意听哦，一般加拿大降息、升息或者是扩表、缩表呢，都是走在美联储前面的，也就是说，很大的概率美联储也会跟着去扩表，而扩表呢，一般都是配合大幅度的降息的。扫医生，刚才你不是说大幅度的降息就会断了资本家的财路吗？对啊，所以美债可能呢就不会降息。但是美国的存款利息呢，可能就会大幅度的降，也就是说，以后大家把这钱存在美国的银行，可能呢就没有利息了。但是把钱拿去买国债的话，可能还是可以拿跟现在一样高的利息啊。这样就等同于把存款的钱赶过去这美债，而当美债的利息如果不降下来的话，资本家就可以继续的吸美国政府的血啊。然后如果美国政府钱不够花的时候呢，美联储就会去印钱，然后把钱呢以很低的利息借给银行，最后让银行去买高利息的美债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美联储呢会继续的玩预期管理，让你去猜到底是升息还是降息。那么这些呢只是我个人的猜测，而至于后续会造成什么影响，我们后续又会有什么样的新布局呢？时间的关系只能在此结束。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？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，将会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呢会更改一下，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
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财富自由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，拜。